大家好，我是小九。你有没有听过一些故事，因为一点小小的改变，最后的结局变得完全不同呢？今天要分享的书是 99% 有效的故事行销。很多人会说这是一本企业家及行销高手，甚至是政治家都必须看的书，但我却觉得这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值得阅读的一本书，因为书的内容不只是学习行销，同时也是在学习情商。在职场上，会说话、情商高的人，不是往往更讨喜，也更不容易吃亏吗？大多数人想说服别人，往往都是靠侃侃而谈的道理，以及密密麻麻的真实资讯。而这本书指出，人类的大脑其实更容易被有共鸣的故事影响。书中最核心的一个观念是，人们不会因为产品或数据而行动，而是因为故事与情感而行动。因此，成功的行销并不是不停介绍产品有多好，而是透过一个清晰的故事结构，让观众看见问题，产生共鸣，并理解而喜欢。书中提出一个常见的故事框架，一个主角遇到困境，出现指引或方法，主角采取行动，最后得到改变。透过这样的叙事方式后，品牌或产品不再只是商品，而是帮助主角改变命运的工具。简单来说，如果你想让人记住你、相信你，甚至愿意购买你的产品，最有效的方法不是讲道理，而是讲一个让人产生共鸣的故事。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有点枯燥？因为我现在也只是拿密密麻麻的讯息再说给你听。接下来我们用几则简短的故事慢慢说明。第一则，最著名的盲人故事，你常常会在一些财商故事或行销课程里听过或看过。一个失明的老人坐在繁华城市的街道上乞讨要饭，旁边放着他手写的纸板，上面写着：我是个盲人，请帮帮我。原本以为路过的人会因为他很可怜而捐钱给他，但现实里，在这个繁忙的城市里，并没有人因此而停下脚步给他钱。有一天，一个女孩刚好路过，看见老人钱罐里只有零零散散的硬币，女孩停下来，拿起她的纸板，把原本写的“我是个盲人，请帮帮我吧”划掉，然后重新写了一行字就离开了。从那一天开始，奇迹发生了，越来越多人停下脚步，纷纷掏出钱包，硬币越来越多，甚至每一天都要换一个新的钱罐。老人对这样的情景难以置信，就好像被人施了魔法一样。过了几天，女孩再一次路过，老人摸到熟悉的鞋子，赶忙叫住女孩，问她：那天你在我纸板上写了什么？女孩笑了笑，告诉老人，她只是把原本的话改成：这是美好的一天，我却看不见。到这里，老人写的是道理，而女孩写的是故事。第一句“我是个盲人，请帮帮我”，虽然是事实，但这个世界悲惨的人不胜唏嘘，人们早就麻痹了。第二句“这是美好的一天，我却看不见”，这是一种带有情感的故事，有温度，也更容易触动人心。在这个快节奏又冰冷的城市里，反而让人心里被触动了一下。故事其实不需要编得多么花里胡哨，而是创造一个能让人带进情境并产生共鸣的感受。第二则，有一座斑驳的古桥旁，有个画家每天摆摊卖画。他在画的旁边立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：我靠卖画生活，请支持我。路人看了一眼就走，一天顶多只能卖出一幅画。有一天，一位哲学老师路过，他看了看牌子，没有说话，只是拿起笔在下面加了一句，然后就离开了。那一天开始，很多人停下脚步，有人看着画沉默很久，有人则是直接买走画。画家很困惑，因为人太多，他一直没有时间去看牌子。到了晚上，人潮散去，画家终于走到牌子前，看到了多出来的那一句话：如果有一天你忘了世界有多美，也许你会需要一幅画。几天后，画家再次遇到那位老师，他问老师：我看你写的画为什么效果差这么多啊？老师回答：因为你的方式是在卖画，而我那一句是在卖感受。第一句话，我靠卖画生活，请支持我，会让人感觉像在请求帮助，甚至有一点道德压力。第二句，如果有一天你忘了世界有多美，也许你会需要一幅画。而这句话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方式。我自己的理解是，世界变化得太快，小时候常去的那条河，曾经玩耍的草地，
也许早就变成了一栋栋的房子了。如果能有一幅画记录当下的美好，那该有多好。于是画突然就不再只是商品，而是一种恢复感知的工具。故事的作用就是让人停下来关注，甚至开始思考。至于怎么解读呢？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了。其实有很多电影情节也常常运用这样的手法，你有发现吗？第三则，一所大学的图书馆里有一排椅子，因为距离比较远，总是空着。学生们宁愿站着看书，也不愿意坐那几张椅子。图书馆的管理员觉得很困扰，整个动线常常被挡得水泄不通。有一天，一位心理学家经过，他观察了一会，只是做了一件小事就改变了现况。教授没有搬椅子，也没有强制规定，他只是在椅子上贴了一张小卡片，上面写着某某教授常坐的位置。第二天，学生开始抢那一排椅子，甚至很多人提前来占位。过了几天，那排位置变成了图书馆最热门的地方。管理员很惊讶，他问教授说：“那些椅子根本没有改变啊，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想坐了？”教授笑了笑，然后说：“椅子没有改变，改变的是它的意义。原本那只是椅子，后来它变成教授常坐的位置。这时候，人不再是在选椅子了，而是在选身份感与共同感。到这里，你会发现，上面的故事，我们只会去记得这是美好的一天，我却看不见。”但不会记得那一位老人是在什么地方乞讨。我们会去记得，如果有一天你忘了世界有多美，也许你会需要一幅画，但也不会记得那位画家是在哪里卖画的。故事的影响力以及延续性其实是非常强的。回到我们实际的生活里，你有没有常常在路边看到一些餐厅的招牌写着30年老店、60年老店、3代传承的好手艺等等，或是在店内用餐的时候，会在旁边的墙壁上看到关于这家店的历史故事。这其实也是一种故事行销。同样一家店，有故事的店往往更有话题，也更让人印象深刻，不是吗？这里再分享一个有点悲伤的小故事。我们都曾经听过，有一只狗狗的主人生病过世了，但狗狗并不知道，它每天还是在习惯的街口等待主人回来，跟主人撒娇讨抱抱。很多人会记得这只狗的名字，口耳相传，甚至在狗狗过世后替它立墓碑。但这里有一个很残酷的现实问题，如果今天没有这段故事的流传，它是不是就只是一只普通的流浪狗呢？不会有人记得，也不会变得那么特别了。回到影片的开始，我说这是一本普通人都值得阅读的书，原因是因为情商其实也是财商的一个环节，而会说故事的人和会说话的人是不是也有一种相似的能力呢？这里用几则小故事再让你记住这个简单的公式。公司里有2个业务卖同一个杯子，小刘说这是一个不锈钢的保温杯，小九则说这是一个可以陪你走过10年的杯子。杯子没有改变，但价值变了。会说话的人其实就是在改变东西的意义。如果你觉得这个例子有点太商业故事的感觉，我们换另一种方式。2个人都送一束漂亮的玫瑰花给女孩。送花的时候，小柳说：“这是一束玫瑰花，送给你，我爱你。”小九则说：“我走在路上看到这束玫瑰花，突然想到你，送给你，我爱你。”花没有改变，但感觉变了。一个是爱女孩，另一个则是爱女孩又夸女孩，层次瞬间就不太一样了。聪明的你应该已经发现其中的奥妙了吧？财商、情商、故事、说话，其实都是环环相扣的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最后想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今天你是收到花的女孩，你会更喜欢小柳还是小九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。如果你也对这些思维有兴趣，记得订阅频道小九男男。这个频道会分享一些富人的故事，以及他们看待财富的方式。因为在财富的世界里，真正拉开差距的，往往不是收入，而是思维。喜欢这样的内容，记得打开小铃铛。这里是小九男男，我们一起慢慢成长。拜拜。